血液蹄痕惊得闻，相邻惊恐亦纷纷。古今传说俱可考，恶魔踪迹岂无因？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1855年，德文郡的一个寒冷早晨，雪花飘落，整个村庄笼罩在宁静之中。然而，当人们走出家门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串诡异的 U 型足迹在雪地上蜿蜒延伸，穿过院子，攀上围墙，甚至爬上屋顶。一夜之间，横跨60公里，穿越18个城镇。这些足迹像是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引发了村民们的恐慌和猜测。他们究竟是恶魔的印记，还是某种未知生物留下的踪迹？为什么这些足迹只在那一晚出现？此后就再也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类似现象。169年过去了，这个谜团依然困扰着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世纪之谜的神秘面纱，探索那个血液里究竟发生了什么。1855年2月8日，英格兰德文郡下了雪。托普舍姆村的小学校长注意到自家门前的银色世界中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串足迹，大概是穿着蹄铁的马留下的。这些足迹乍看之下似乎是普通的马蹄印，有形，长约10厘米，宽约7.5厘米。然而仔细观察后，校长发现了它们的异常之处。如果是动物留下的足迹，应该是两列的，然而这些雪地上的足迹却是一条直线。一般来说，常见动物的足迹是左右交替、左右对称的。那么这些足迹到底是什么呢？硬要说的话，就是某种装有蹄铁的单脚动物蹦跳留下的痕迹。这种动物存在吗？也许存在。然而随着足迹的追踪，这种怀疑很快就被击破了。足迹遇到了高高的围墙，但它们似乎并没有受到阻碍，继续向围墙那边延伸。它们还碰到了房屋，然而足迹竟然在2层房屋的屋顶上也留下了痕迹。这意味着装着蹄铁的某种单脚动物这一解释，还需要加入惊人的弹跳力这一描述。难道真有这样的动物存在？校长自问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这成了一桩事件，村子里立刻骚动起来，而这种骚动并不仅限于村庄。事件发生几天后，1855年2月16日，伦敦时报报道了这一事件，称这些足迹从托普舍姆延伸至多个城镇，总长度达60公里。这些足迹不仅留在房屋的屋顶上，还在高高的围墙和栅栏所包围的地方留下痕迹。人们认为这必定是恶魔的足迹，无法再有其他解释。足迹还在房屋内留下了像是在窥视的痕迹，这让人们更加感到恐惧。当然，当时也有人试图探究原因。牧师兼业余动物学家基马斯·格雷德在插图伦敦新闻上发表了详细的报告，他准确地描绘了这些足迹，并用尺子进行了测量，尽力进行追踪。然而他的调查反而突出了这些足迹的奇异之处，因为足迹不仅越过房屋的屋顶和栅栏，偶尔在干草堆处似乎中断，但在干草的另一边又继续延伸。大英博物馆、动物学会、动物园等权威机构收到调查报告后，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在1855年，许多人仍然相信恶魔的存在，这一事件更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和好奇。如果不是恶魔，那它是什么？这一疑问在1855年德文郡的神秘足迹出现后，引发了无数讨论。尽管数十年过去，这些足迹的真正来源仍然是个谜。许多理论相继浮现，试图为这神秘现象找到合理解释。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现存的动物，如水獭、獾或野兔所留下的。然而，足迹的形状与这些动物并不相符，而且凭借它们的能力，不可能轻松爬上屋顶。另一种猜测是，可能是鼠类在雪中跳跃前进，它们的小足迹连接起来形成了 U 型。然而，这种解释也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如果是野生动物，应该会有更多类似事件发生，
而不只是那一晚的孤立。甚至有人推测，可能是鸟类脚上附着了冰，形成了类似小马蹄的足迹。但若要在广阔的德文郡全境留下如此多的足迹，这显然是个不可能的工程。即使偶然有一只鸟的脚上附着了蹄形的冰，也不可能仅凭一只鸟留下60公里的足迹。同时，几十只附着蹄形冰的天鹅能够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偶然全都用单脚以21厘米的步幅在60公里的雪原上分工作业，这也太不现实了。还有一种说法提到，一只失控的热气球从篮子中垂下挂着蹄铁形金具的绳索，在德文郡上空飞来飞去，留下了奇怪的足迹。尽管这种想法听起来新奇，但失控的热气球维持这样一种精确的飞行状态，并且不让绳索或蹄铁被任何东西挂住，几乎是不现实的。在众多假说中，乔尼克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这些并不是单一动物留下的足迹，而是多种动物的痕迹被夸大传开。他认为这是一种情感感染及集体的误认和夸张。博物学家理查德·欧文勋爵也曾提出，可能是獾群留下的痕迹，认为人们对足迹的理解存在误差。这些种种假说虽然试图解释这一神秘现象，却总是显得不够完整。最终，所有假说都需要补充或附加条件和解释，欠缺足够的说服力。即使是直言不讳的怀疑论者，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也显得犹豫不决。之后，在1954年，德文郡海岸又出现了一具奇怪生物的尸体，这被一些人视为这个故事的续集。关于这只怪物的详细情况，我们可以改期再聊。翻阅古老的年代记，其实不乏类似事件的记载。根据本尼迪克特派修道士弗拉维乌斯的年代记，943年在法国埃贝尔内发生的暴风雨中，曾提到在狂风暴雨中看到魔物或马。在英国埃塞克斯，科基尔修道院院长拉尔夫在1205年7月的大风暴后记录到，在几个地方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奇怪足迹，人们称其为魔物的足迹。此外，在波兰的皮亚肖丘陵也曾目击类似的足迹。1840年时，由詹姆斯·克拉克罗斯船长率领的舰队在大西洋的凯尔格伦岛雪原上发现了同样的蹄迹。所有的这些现象至今仍未解明，一切证据也伴随着雪的融化而消失。究竟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至今无人知晓。近年来，可能是因为全球变暖导致降雪减少，亦或是那个曾留下足迹的生物无法飞越现代的高楼大厦，以致再没类似事件发生。如果因为足迹不再出现而导致无法做进一步调查，这个事件或将成为永远的谜案。然而，也许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